8号上午，第14届中国航展在珠海盛大开幕。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国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一大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航天新产品也进行了首发首秀。开幕式后，空军81飞行表演队带来了精彩表演，歼20战机、运油20等主力装备也进行了飞行性能的展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来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航展现场发回的报道。本届中国航展的展商数量、展览规模均超过上届，室内展览面积更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室外参展飞机达到了110架，包括运油20首次在空中飞行展示，歼20首次中降珠海进行展示。开幕式后，空军战机翱翔蓝天，为现场观众献上精彩的视觉盛宴。81飞行表演队率先出场，表演了精彩的空中芭蕾。之后，4架歼20组成编队，在空中进行了垂直跃升、急转向、连续翻滚等多个高难度战术动作。飞行员用高超的技战术表演，展示了顶尖战机的作战性能，也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今年这个4机编队呢，我觉得比以往的动作呢，至少很多的这个动作的飞行高度啊，包括它的这个我们说强度，还是有明显的提高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还是体现了我们在这个歼20大量的装备部队之后，那么在这个训练科目的这种精进，包括我们说飞行员对这个相关战机呢，它的熟悉程度、掌握程度，其实也有一个明显的提高。自2011年成功首飞以来，歼20的每一次发展变化都牵引着公众的视线。11年来，歼20从研发、试训到列装作战部队形成战斗力，再到实战实训、展翅海空，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战斗力的飞速发展。这也是2016年以来歼20第4次亮相中国航展并进行飞行表演。2016年11月，在第11届中国航展上，歼20首次公开亮相，2架歼20进行了短短数十秒的飞行表演，从航展上空呼啸而过。2018年11月，第12届中国航展，歼20进行了4机编队飞行，还首次打开弹舱亮出利剑。去年第13届中国航展进行飞行展示的歼20用上了中国星，外观上一些表演动作更复杂了，更难了。体现了我们飞行员对于飞机的了解和掌握越来越深。我们所有展现的这个飞机的单机动作，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近距格斗的过程中会有所设计啊，比如说垂直爬升啊，然后急盘旋下降啊等等，为了快速的创造攻击条件，或者就是快速的达到脱离然后规避的目的。第二个，其实大家看不到的啊，虽然都是歼20飞机，但是从列装到现在2022年进行了很多的改进和完善，也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战争的需求。无论是人的能力、是思想，还有装备的性能，都需要不断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歼20不仅在空中表演，还以中降的方式首次进行地面展示，这也是360度无死角展示，能够让现场观众都近距离的观摩我国最先进的战机，展现出人民空军的自信和底气。那么地面静态展示呢，实际上也让外界看到了这款这个4代机的整个的一个面貌。而且呢，我们相信呢，歼20上面呢，实际上也越来越多有一些改进，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展呢，也逐渐趋于成熟。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地面上让歼20进行一个静态展示。那么这种展示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中国的整个国防体系日渐的开放、日渐的自信的一个我们说新的一个表现。20家族最新成员运油20也进行了空中地面全方位展示。在运20平台上发展而来的运油20是我国最新型的空中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储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这是运油20首次参加中国航展，也是继今年8月在空军长春航空开放活动上首秀以来第2次公开亮相。我觉得运油20最重要的意义啊，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度量大，就是它装的油多，它可以同时给3架受油机加油啊。那么它左右翼下各有一个加油吊舱，然后机尾部还有一个，那么左右加上机尾3个啊，而且可以给这个大型重型的战斗机来加油。然后它们和加油机之间的速度的保持配合啊。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啊，才可以掌握。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运油20刚服役没多久，却已经从高原到海上多次开展了空中加油训练。在解放军8月份展开的高强度成体系环台岛联合演训期间，官方公布的视频画面中就出现了运油20和歼16在海上进行空中加油训练的画面。在我身后就是备受关注的航展新秀运油20。我们可以看到，与其他飞机比起来，它的机体非常的庞大，因为它不仅可以给空中3剑客歼20、歼16、歼10C 战机加油，有效增强空军航空兵的远程机动能力。同时呢，它还可以负担与运20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力量倍增器。运油20呢，它的出现对于我们整个空中作战体系作战范围的延展，那么应该说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而且我们说，对于运油20来讲呢，它相对于其他的加油机，它是为中国空军的装备体系、为中国的这些远程作战的战机量身打造的。因此，它的无论是加油的制式，包括我们说它的整体设计呢，都是符合我们空军的需要的。飞行表演中的另一亮点是陆军首次派出现役直升机参展表演。这一次的这个陆航这个表演，3架直升机啊，它是体现的是空中突击旅中间的核心装备。空突部队中间完成，作战部队来完成这样的这个飞行表演，中间包括这个5直10，直20的这种通用直升机，还有一个直8L的一个高原型的大型运输的这个直升机。它浓缩了一个空突部队在执行这样的空中突击任务中间的作战单元的一个基本的构成。此外，航空工业大型水陆两用飞机 AG600M、中国商飞 C919 等也进行精彩的飞行展示。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展示舱也亮相航展现场。该展示舱1:1完美复刻了中国空间站3舱 T 字构型，使观众可沉浸式体验太空之家。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神舟14号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更是从中国空间站发来了祝福。我们在中国空间站表达来自太空的祝福，祝第14届中国航展取得圆满成功。我们为祖国在空天领域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祝愿所有参加航展的朋友们有所得，有所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号离京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正式访问柬埔寨。出发前，他在柬埔寨主流媒体发表题为“为友谊再攀高峰，为合作再辟新路”署名文章，提出中方愿同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地区国家携手前行，风雨兼程，为中柬友好与东亚合作再攀高峰，再辟新路。外交部此前也表达了中方对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3点期待，其中就包括聚焦地区共同发展，加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谈判，坚持多边主义与开放的区域主义等。应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8号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柬埔寨出席第2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第17届东亚峰会，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出访前一天，李克强在柬埔寨柬英华文主流媒体新鲜新闻网、高棉时报和柬华日报发表题为“为友谊再攀高峰，为合作再辟新路”的署名文章。李克强表示，今天的世界正身处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时代，无论是中柬友好还是东亚合作所一贯秉持的相互尊重、平等互鉴、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等大格局、大智慧、大情怀，对地区乃至世界都是示范的力量、治愈的力量、向上的力量。李克强还强调，中方始终坚定支持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让彼此的朋友圈良性互动并行不悖，各国可以放心，同中国在一起没有选边站队的压力，只有团结共进的动力。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4号在宣布李克强出访消息时表示，中柬是友好邻邦和铁杆朋友，近年来中柬关系持续高位运行，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利益。中国将继续深化同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赵立坚表示，中方对于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3点期待：一是聚焦地区共同发展，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粮食、能源等紧迫挑战，培育数字、低碳等发展新动能，
二是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三是守护地区和平安宁，坚持多边主义与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构建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架构。2022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步之年，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的第一年。中国连续13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国前4大贸易伙伴为东盟、欧盟、美国和韩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今年生效以来，作用持续发挥。中国与东盟进出口在前10个月保持着较快增长，同比增速达到15.8%。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版于2010年建成，零关税已覆盖双方90%以上的税目产品，并在2019年推出升级2.0版，双方进一步开放市场。在去年11月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方领导人提出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主要凸显合作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观察指，该项目有利于双方共同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有利于地区不间断的可持续创新发展。应该说，中国东盟是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非常的深入。那么，中国和东盟实际上我们的经贸关系非常的深入呢，会有助于那么抵制美国所推动的这种撕裂东亚的这种战略意图，所以从而使得整个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通过这种“一带一路”的合作呢，可以更加深入地建构一个符合中国、符合东盟国家的这个根本利益的这种合作框架。中国一直视周边外交为对外关系首要，把东盟放在优先位置。11月8号，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中，在介绍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开创性、历史性成就时，王毅提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蓝美等次区域合作加速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而在介绍如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王毅还强调，将坚持倾城汇融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中国和东盟呢，应该说是中国周边外交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应该整个环顾中国的周边呢，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来看呢，起着至关重要的周边外交的稳定和发展的作用。所以这次呢，那么中国东盟的这个合作呢，也同样会要提升这个高质量的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这种整个的亚洲乃至于整个和世界的这种合作的这种框架。那么东盟在里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想这次中国和东盟通过李克强总理的这次访问呢，会进一步的提升相互间的关系。为期2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埃及举行。本届大会召开之际，正值全球持续面临俄乌冲突、高通胀、能源短缺和新冠疫情等众多危机的叠加影响。外界担忧这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是否会给本就举步维艰的气候变化谈判带来更大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7号举行的气候落实峰会上表示，目前约有35亿人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威胁地球。本届大会必须商定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图，为生命而战。We are on a highway to climate hell with our foot still on the accelerator. Humanity has a choice: cooperate or perish. It is either a climate solidarity pact or a collective suicide pact.
外界注意到，古特雷斯在气候落实峰会上针对当前全球气候问题的警告力度空前严厉。在大会正式开幕当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一份针对地球的重症病人报告就指出，过去8年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时期，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2.4至2.6摄氏度，与巴黎协定理想情况下近1.5摄氏度的升温目标差别很大。本次峰会东道主埃及总统塞西也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由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已经影响到了世界上许多贫穷而脆弱的民众。 The intensity and frequency have never been so severe. As soon as we tackle one catastrophe, another arises. Wave after wave of suffering and losses. Suffering by billions of people. Is it not high time today to put an end to all this suffering? 基于这一背景，本届气候变化大会格外重要。古特雷斯指出，人类能否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取决于这关键的10年。他呼吁美国等经济体携手合作，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互帮互助，签署历史性的合作协议，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落实巴黎协定目标。目前，全球正面临俄乌冲突、高通胀、能源短缺和新冠疫情等众多危机的叠加影响。外界担忧，这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是否会给本就举步维艰的气候变化谈判带来更大挑战。英国《卫报》披露，谈判注定充满忧虑和困难，因为从一开始就进展缓慢，谈判代表花了40多个小时就议程内容进行争论，才最终在开幕当天同意将气候赔偿列入大会议程。参会各方将首次探讨补偿受气候灾害影响的贫穷国家的损失与损害这一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较富裕国家帮助落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应是道义所趋。因为气候变暖的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增大碳排，但造成灾难性后果却往往由落后国家人民承担。在此前多场气候活动中，莫特利曾呼吁发达国家向巴巴多斯等遭受气候灾难的国家拨款，以资助重建。不过，长期以来，相关谈判一直因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资金转移问题而受阻。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在会上表示，他支持莫特利此前提出的一项计划，暂停受到气候灾害国家的债务，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赶快付诸行动。据悉，这一举措可能涉及到数万亿美元，也为气候谈判带来了实质性的内容。外界注意到，在各国普遍聚焦气候赔偿问题时，美国作为全球最富国、气候危机的始作俑者之一，目前仍保持沉默。总统拜登正分身乏术应对中期选举，埃及之行推迟到了本月11号。有美媒却渲染，拜登亲赴气候大会现场就是要证明美国在气候问题上不作为，并大搞否定主义的特朗普时代已经结束，宣称拜登此行是要与中国竞争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然而，极端天气面前，人类命运与共，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一致行动才是正确选择。正如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所说，气候问题不是双边问题，是普遍的、全球性的、关乎生存的问题。克里明确表示，没有中国就没有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办法，我们随时准备与中国坐下来讨论，并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生态文明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此次派出高规格代表团赴埃及参会，并开设了中国角，举办一系列的边会活动，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工作。近年来，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采取了应对气候变化一系列务实行动，包括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构建了碳达峰碳中和1+N 政策体系，实施了碳达峰10大行动，启动了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碳市场线上交易，以扎实行动彰显共同清洁美丽世界的坚定决心，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通过资金支持、项目合作、能力建设等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指出，中国开展了广泛的环保工作，在中国领导人的重要公开讲话、中国的立法和5年规划等核心政策框架中，环境问题一直是一大中心。中国政府还投入资金教育民众，不仅要了解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还要认识到他们可以作为个体提供帮助。相信在今年的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会让行动胜于雄辩，并强化其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对国际气候议程的一贯承诺。当前呢，全球气候变化机制陷入了比较大的困境，但是呢，中国在这一进程当中彰显大国担当，承担大国责任，积极的贡献中国力量，积极的提出中国方案，实际上对于整个全球气候变化机制继续向前推进，具有非常积极的重要推动作用。11月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视频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西时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为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成功做出积极贡献。次日，王毅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要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部分，文章提到，中方将积极参与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离京访问柬埔寨，并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那您怎么看这次出访呢？主持人好，李克强的出访呢引人瞩目，因为这是中共20大以后总理的首次出访，人们呢都在密切地观察中国式大国外交的走势。中共20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其中有一项呢，就是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与其他大国有什么不同。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式大国外交。中国式大国外交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呢是自身定位，也就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二呢是基本原则，也就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念永不动摇，不会呢像某些大国一样侵略他人、称王称霸。三呢是外交目标，中国呢将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同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既要发展自己，又要造福世界。这次李克强总理访问金边，参加东盟系列会议，包括呢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讨论的主体包括聚焦区域共同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对粮食、能源、金融挑战，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稳定通畅，守护地区和平与安宁。看看这些议题呢，就知道中国式大国外交的内涵和愿景，就是为了维护和平、推动发展，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看看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交往的成果，都是建设性的、互惠互利性的。中老铁路、亚湾高铁的建设，为当地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呢签署生效，中国东盟贸易额从4000亿美元增长到8000亿美元。面对区域外干预势力的挑拨和干扰，那么中国和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开展涉海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与分歧，努力呢把南海建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面对新冠疫情肆虐，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为相互间的友谊呢增添了新的内涵。类似的例子呢还很多。李克强总理这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呢，必将继续展现中国式大国外交的魅力，不仅呢巩固中国与柬埔寨的铁杆友谊，也将进一步的强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今年全球都感到特别热，江湖干涸，山火处处。正在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在讨论解决方案。那您认为这次大会能取得一些成果吗？在埃及举行的气变大会设置的主要议题呢有3个，一是各国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如何适应极端气候，
3是国际间如何融资应对气候问题，加强合作。其中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讨论呢气候赔偿问题，也就是呢富国如何对穷国进行补偿。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在提，但是呢，由于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反对而备受阻挠。现在呢，这一问题列入会议议题，但能否取得哪怕一点点进展呢？我都是持悲观态度。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虽然呢曾豪情万丈的要拿钱帮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呢光说不练，不兑现承诺。美国呢曾经答应在2020年以前呢拿出400亿美元，但实际上呢只拿了76亿美元。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呢也只拿出了承诺资金的1/3。这英国呢还要签14亿美元。日本、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几个国家呢倒是兑现了承诺，有的国家呢还增加了这个相关的投资。那么解决气候问题呢，关键呢是钱的问题。发达国家长期这个碳排放巨大，就应该呢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呢尤其要带头，但是呢，特朗普之下的美国呀根本不承认气候变化问题，干脆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拜登政府呢虽然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议，也曾试图推动清洁能源的开发，但就是不拿钱支持发展中国家。那么最不好的征兆是，今天呢，美国在举行中期选举，共和党呢要是赢了参众两院或者众议院，那么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呢是首当其冲，就更别想呢让这个美国呀拿钱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了。但是呢，各国呢还得努力，这气候变化呀关乎于全人类生死存亡。美国不努力呢，其他的国家还得加把劲。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11月8号，美国2年一度的中期选举正式开锣。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全部435席、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以及美国50个州的36个州长职位均将面临改选。其中，国会参众两院的改选向来是中期选举的重头戏，也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展开争夺的主战场。自2020年大选以来，两党日益对立，社会撕裂加剧。这次的选举结果也将为拜登剩余的2年任期定下基调。当地时间11月7号，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分别前往马里兰州和俄亥俄州，为本党议员展开中期选举前最后一波。We are a nation that is not going to allow this horror to continue. 2 years ago, we were a great nation, and we will be a great nation again. One of the great ways to honor HBCUs is to vote. Is to vote. Here in Maryland, you got some great people to vote for.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国内民意的分裂可能使这次中期选举成为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在正式投票前，已有超过4000万选民提前投票，再创中期选举提前投票的记录。目前，民主党控制220个议席，共和党212个，另有3个议席空缺。根据选前的多项民调，选情对民主党很不利。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7号预测，共和党将在众议院多拿下24席，轻松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还有望以微弱多数控制参议院。在美国，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对总统的公投，当前的选情也反映了民意对拜登执政的不满。近期，路透社易普所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拜登执政表现的认可度下降了1个百分点，至39%，接近他就任以来最低的36%。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在赢得大选之后，就不断强调意识形态议题，对经济议题漠不关心，是其支持率暴跌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72%的选民认为美国正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进。此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已连续有6次民调显示，超过70%的选民认为美国走在错误道路上。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民调则显示，经济和通货膨胀是选民最关注的议题，大多数选民相信共和党能控制这些问题。52%的受访者支持共和党解决经济问题，50%支持共和党解决通胀问题。民主党籍的现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坦言，丈夫保罗上月遇袭，影响她在中期选举后的政治生涯。有分析指，民主党一旦选情失利，不排除82岁的佩洛西会退休。
57岁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有望成为众议院议长。他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共和党一旦控制众议院，就会全面调查拜登政府，范围包括美军撤出阿富汗、新冠疫情等。共和党的话，如果他掌控了这个众议院，那么可能民主党人接下来他有一些比较雄心勃勃的立法的议程，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当地时间7号，推特新任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公开呼吁民众投票给共和党。外媒报道称，过去社交平台公司高管往往会避免涉足党派政治宣传。马斯克的此次行为则标志着社交平台领导者的重大转变。路透社称，这是这位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首席执行官首次明确选边站队。马斯克此前曾多次发声，对美国政治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表达对民主党的不满。他上个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认为79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年纪太大，无法竞选连任。他还表示，他在2020年投票给了拜登，过去也曾投票给民主党人，但自从拜登当选后，他决定不再支持民主党。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大选以来，美国两党越来越对立，社会撕裂加剧，政治逐渐演变成一场零和博弈。企业和个人都感到有必要加大赌注，保障自身利益。据美国媒体统计，今年的竞选总花费预计超过167亿美元，成为史上最昂贵的一次中期选举。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近日披露了一份背后金主的名单，几乎清一色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金融大亨、共和党激进支持者乔治·索罗斯排名第一，共为此次选举捐出1.28亿美元。航运业巨头理查德·乌赫莱因和妻子排名第二，共捐款8070万美元给共和党候选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分析认为，如此大数额的选举资金投入，凸显出人们对超级富豪在选举中日益增大的影响力的担忧。很多年以来，那一直是政治精英这方面，精英层次对于设置美国这个政治的议程这方面，它所具有的影响力，那相较于普通民众，那一定是更加巨大的。那么随着当前我们知道这个由于社交媒体的这个兴起等等，资本在这个政治话语权力当中的运作当中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那么可想而知，未来的话，资本、金钱对于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它的影响力也是势必会越来越大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再度开始炒作所谓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家美国的网络安全组织称，俄罗斯网军今年转战一些以言论自由为名而创建的新平台，他们设立假账号，以美国人身份发表带有明显保守政治主题的信息，目的在于激起保守派选民的愤怒，破坏对美国选举制度的信任。这些假账号也抨击美国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是在浪费美国的资源，试图破坏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据网络专家称，这些账号与干预2016年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秘密机构有关。美国此前曾指控俄罗斯试图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美国情报部门称，俄罗斯在网络上以散布谣言的方式诋毁和伤害希拉里·克林顿，最后促成特朗普当选。去年，美方再次指责俄罗斯通过对挑战者拜登的误导性和未经证实的指控，试图操纵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副所长张腾军。张先生你好。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您有什么预判吗？那选前不少民调都预测共和党能拿下众议院，更可能控制参议院。那您认为这会对美国的未来政局产生何种影响呢？关于今年的中期选举，我个人判断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是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同时以微弱多数的优势拿下参议院，从而实现共和党国会操控的这样一种局面。第二种可能性呢是共和党拿下众议院，但是呢，在参议院层面还是民主党能够保住所以这是两种可能性。从目前选前的一系列民调来看，普遍认为第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共和党同时拿下两院的可能性较高。那么这个其实对于美国未来的政治生态是有较大影响的从未来几年来看，美国政治生态恐怕将呈现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呢是美国政治的保守化恐怕会进一步的延续，而且甚至加剧。我们知道，在特朗普2016年上台以来，美国政治就不断的向右倾。那么随着拜登上台，似乎这种局面没有得到改变。
尤其是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我们看到的是中期选举中的特朗普因素，包括共和党的越发的保守化，这个趋势恐怕难以避免。所以从未来的政治生态上来讲，即便共和党只拿下1院，它也有可能会持续的影响美国政治未来的发展。所以美国政治总体上的保守化趋势恐怕不可阻挡。第二个趋势呢，是在于美国政治的分裂化，或者我们讲它的一种不稳定性在持续的加剧。那么如果不管是共和党能否拿下2院，至少它能拿回1院，这就意味着国会将形成两党这个分立的这样一种局面，或者说府会形成分立的局面。这也就意味着拜登将提前进入跛脚状态，这对拜登未来的执政议程都会是一个巨大的掣肘，因为共和党会在各个方面去试图阻挠拜登相关政策立法的推出，同时也试图推翻拜登在先前2年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所以整体上，两党围绕着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政策的争夺以及对立，恐怕会持续加剧。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导致美国政治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新的周期。近年来，所谓俄罗斯黑客干涉美国选举，在美国已经是老生常谈。在俄乌冲突仍然持续的当下，美方再次以此炒作，有何用意呢？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看起来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过程中，为什么又再度凸显呢？我个人认为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美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试图利用俄罗斯涉嫌干预或者可能干预美国中选的这个事件，来为本党的选举来加油打气。我们看到，其实从两党方面其实都有它的利益需求。比如说民主党方面，他可以认为这一次的选举可能又受到俄罗斯方面的这种不管是通过网络还是各个方面的入侵，从而导致有可能这个选举结果会偏向共和党。而从共和党方面呢，他可以宣称相关的选举因素选举过程是受俄罗斯的这样一种影响，从而导致最后的选举结果的这个合法性难以得到保证。这样也就迎合了共和党的一部分选举否定论者的这样一种心声，因为他们希望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假设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可以公开的去否认这个结果的合法性。所以两党对此其实都是希望利用俄罗斯的这个因素来为本党助选。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国国内的这样一种反俄情绪持续的高昂，而且由于在乌克兰危机持续激化的情况之下，打俄罗斯牌显然也是某种程度可以刺激选民情绪的这样一种因素比如说在两党这个内部都有不少的选民仍然现在在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是坚定的反俄挺乌。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党都可以利用俄罗斯这样一个因素来进一步的刺激本党的选民出来参与投票，所以一定程度上提升本党的这样一个投票率，这个其实恐怕也是两党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作。第3个方面的原因呢，恐怕是整体美俄关系的恶化下行的情况之下，美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希望能够延续美国对俄强硬的政策，不管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对俄罗斯必须采取遏制打压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必须在选举过程中就得到凸显，所以它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捆绑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俄政策或者美国的对俄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使得美俄关系可以往这些对俄强硬派的这个方向发展。好，谢谢张腾军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根据俄乌军方的消息，双方仍在乌东展开激战，西方国家则继续围绕乌克兰问题大做文章。继德国总统打卡乌克兰后，基辅又将迎来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而有美媒报道，美国政府正暗中鼓励乌克兰政府释放愿意与俄罗斯和谈的信号。不过，美方并非真心把乌方拉回谈判桌，而是希望确保乌方继续获得他国的军事援助。7号，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迪姆·普里斯塔科在英国天空新闻的节目中透露，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将访问乌克兰。普里斯塔科称，为了你们首相的安全，暂不公布具体日期，但他很快就会来到乌克兰。
实际上，刚刚上任2周的苏纳克日子不太好过，一面是前首相特拉斯任内留下了500亿英镑的财政缺口亟待填补，一面是创历史新高的能源账单和严峻的粮食供应问题。此外，对于不知不觉中就当了俄乌冲突冤大头这件事，苏纳克政府也很郁闷。根据英国乌克兰之家住房计划，多达10万名乌克兰难民被四散安置，英国政府需为每名难民住房提供每月350英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称，今年冬天还将有新一波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潮，人数可能高达80万人。但这个寒冬，英国也没多少余粮了。据英国《每日邮报》消息，苏纳克政府正在考虑取消英国的难民安置计划。在该报道的评论区，呼吁停火谈判以及呐喊英国已经没钱了的评论获得了压倒性的点赞数量。某个程度来讲，英国其实就是美国的根本，他希望还是跟着美国的战略走。那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人道上的这个支持等等，其实你看，乌克兰现在有超过几百万的这种难民都在西欧的各个国家在那边流离失所，这对各个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之下，领导之下，希望能够继续去打这一场拖垮俄罗斯的这种战役。但是我并不看好这种讲法。假如美国明天的这个期中选举，对于拜登总统来讲，众议院的失败几乎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假如说参议院也失去了多数党的这种席次的话，可能俄乌战争他们真正的要去做一个等于说是做一个转弦跟章的这种做法。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私下劝说乌克兰领导人对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持开放态度。报道称，美方的目的并非要把乌克兰推上谈判桌，而是在其他国家担心俄乌冲突会持续数年的背景下，希望乌克兰政府能借此姿态得到更多的其他国家的支持。《华尔街日报》6号则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几个月一直与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保持联系，还与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进行了秘密对话，希望避免俄乌冲突继续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并保持俄美两国的沟通渠道畅通。有关秘密对话的确切日期、次数以及是否产生效果尚不清楚。另外，该报道还披露，沙利文在同乌克兰领导层交流时，劝说乌方公开表示愿意化解冲突。不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就表示，美国媒体的报道并不属实。他还表示，俄罗斯对同乌克兰谈判仍持开放态度，但他同时指出，由于乌方在立法层面设置了同俄方接触的障碍，目前俄乌谈判无法进行。美国在俄乌战争的这个战略上面来讲，似乎已经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挫败。过去从美国一方面的单方面的想法是希望把俄罗斯拖在这个乌克兰战役之中，然后拖垮普丁政府的这种企图心。但是在这个欧洲，因为能源，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似乎再也已经拖不下去的这种状况。尤其当俄罗斯在久战不下的时候，他已经释放出来，不排除用核子武器的当成这种一个战争的工具的这种状况之下，那对美国来讲，他又不希望造成一个上升到核子战争的这种威胁，这样子对美国绝对没有好处。所以美国希望透过谈判，能够把俄罗斯俄乌之间的这战争的状况，能够把它降温。而沙利文为乌克兰问题四处奔走的背后，也暴露出美国两党和国会此前对乌克兰的一致支持已出现分歧。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上个月暗示，如果共和党人在8号的中期选举中重新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将控制在乌克兰的开支。共和党籍众议员格林更为极端，扬言国会在共和党领导下不会再给乌克兰1分钱。美媒认为，一旦美国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将对乌方造成重大打击，并可能改变这场俄乌冲突的走向。不仅在援乌问题上日趋谨慎，美方在制裁问
问题上，尽管要求盟友不顾一切削弱俄罗斯，但显然也是留了一手。据彭博社8号报道，在今年9月21号长达7个小时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民主党籍议员布拉德·谢尔曼曾向知名商业银行摩根大通 CEO 杰米·戴蒙施压，要求摩根大通切断与包括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内的俄罗斯公司的关系。谢尔曼认为，摩根大通等银行正在利用制裁漏洞继续在俄罗斯违规开展业务。不过，戴蒙对此回应道：“我们正在听从美国政府的指示，因为他们要求我们这样做。”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私底下已经敦促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等银行业巨头继续与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俄罗斯公司开展业务。报道称，美国政府这一静悄悄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努力减少对俄制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彭博社认为，这种制裁政策上的反复显示，美国政府与银行想要维持着一种平衡，既希望通过制裁尽量切断俄罗斯政府的资金来源，又希望制裁不会造成更广泛的经济冲击。